做事就应该是这样，看见了吗？嗯，小涛，是不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小涛一辈子都出不来，知道吗？曹教授，快过来！看什么？看看，怎么了？看见了吗？画中藏画。我明白了，有一个民间画师仿照雍正的12美人图作画，可这画中呢又藏了别的画，是这个意思吗？那装裱的时候，原画被隐藏起来，画家为什么这么做呢？现存的清宫12美人图无题无款，很难确认画中人的真实身份。但在画中悬挂的书画作品中，有破尘居士和元明主人的玺印，所以才出现了雍正妃嫔像一说。也有专家推断，这只是从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屏风拆下的美人卷画，寄予了帝王对于俗世美人向往，与雍正嫔妃像并无关系。当然，我刚才说的只是原画的情况。至于这幅民间仿作，过去的文人不都这样吗？对帝王美人宫闱秘史存在很多不切实际的旖旎幻想。就比如说民国时期写的这些演绎，很多都是天马行空。哎，我在想，会不会是第一次接受作画的这个人，根据当时原画所提供的情境，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象空间？但是这个购买画的人不满意，要求画家严格的按照原画进行创作。但是到了最后，画家还是不甘心，就把自己的想法给表了进去。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也有可能是个贫病交加的文人，在作画时突然发病，渲染画作，所以不得不隐藏。我觉得袁编导的这个想法其实有点牵强了。如果真的是渲染画作的话，那换一块画布不就好了吗？我还是比较赞同穆导这个想法，很奇特。我知道，为了炫技嘛，1比1的还原画作多容易啊！只有这么画，才能显示出他不凡的画工，还有装裱的技术。你这些凡人不会懂的。顾总，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你们看，这是《飞鱼物语》10分钟前刚上线的下期预告，采访内容和切入点和我们的节目完全一致。明明有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1小时可以印出1万张画，学会操作也只是几个月，而木板水印呢，得一块一块的刻板，培养一个熟练的匠人需要5年，复刻《清明上河图》8年，韩熙载烟月国从策划到完成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这么耗时又费力的东西，我不明白它有什么怎么能出这样的乱子的必要。再聊联系过赵小涛了吗？除非主动联系不上，否则终将走向。而且这所有的镜头还有剪辑点跟咱们的节目都是一模一样的。未来，这是不是有人看过咱们的素材啊？袁编导，我希望你就这件事情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王姐，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是我泄露了公司素材？我认为你现在和庄一的立场并不适合坐在一块儿愉快的聊天喝茶。是，他邀请我去《非遗物语》，被我一口回绝了。
难道就因为我们见了个面，你就怀疑是我泄露了素材？明明他才是那个真正值得被怀疑的人。我素材剪辑好之后，第一时间送给你去审阅。公司还不够尊重你这位总编导吗？还是说你回公司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节目？哎，我没有。于再早接收过素材以后，一直从我留在手画斋，他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个素材送给别人。你能24小时形影不离地盯着他吗？袁编导，不要因为一时愤慨而相互攻击，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怀疑。你也不相信我？好了，以后会慢慢调查清楚的。不用等以后了。对于轻易怀疑我职业操守的公司，我没有再留下去的必要。袁编导啊，阿旭，让他去。当务之急，必须找到赵小涛，把事情问清楚了。我想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吧。谢瑶，走，一起。等一下，袁编导。袁编导，不能冷静一会儿，等事情查清楚吗？请代我转交，谢谢。袁编导真的出卖了公司的机密啊？这谁知道？那也是，顾总会追究他责任吗？这接触原素材的人又不止他一个，谁知道哪个环节流出去的？这要我说啊，他就这么离开，这可不就是做贼心虚吗？说的也是吧。不是你要干嘛？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不把话说清楚，哪儿也别想去！站着。小涛，我们是否能够知道方泉到底答应了你什么吗？因为你原本送审的素材全部作废了，给我们节目组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真相，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哎，先别拍了，别拍了。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这是你的介绍信。他答应引荐我崇拜的漫画大师，还让我去他的工作室当助手。啊？就为这个？不是你脑子是怎么想的你？赵师傅，别着急，小涛。你答应给我们一个个人专访，可是你现在又出尔反尔，这样做是不对的。再说了，方权给你开的条件，我们也可以做到啊。还给你做专访？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会在这儿吗？老辈匠人做这行，多数是为了谋生，后来这个好的
成了非遗，成为了艺术，为了迎合社会对匠人精神的追求，你们把我爸活生生的架在了艺术家的神坛上，就为了这个，他本来都已经答应让我去画漫画了，后来却出尔反尔。听说你的报道还拿了大奖，名利双收，可你有想过，你的哗众取宠毁了我的人生吗？想过吗？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啊！赵老师，我能跟您单独谈谈吗？王姐，那期节目当初是我力排众议去做的，后来木板水印事务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赵师傅也因此一夜成名。我一直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有意义的事，所以呢？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那期节目居然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你姐都这么难受了，你都不要安慰一下？你早点醒醒吧。姐姐别拍我了，赶紧想想下面该怎么办。我就是要来跟你说，我已经想到了。我听说这是小涛独立完成的第一幅作品，是他主动起名要完成这幅《骷髅欢喜图》的。他总是说，自己就像那个小骷髅一样，要走怎样的道路，从来用不得自己做主。可是你对比一下原作，你就知道他在这一行多有天赋。你说我能这么放弃吗？赵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当年是学国画的吧？国画系毕业，我的很多同学如今都是国内颇有名声的国画师了。赵老师，您没有成为一名画家，做自己的原创作品，心里真的没有留下半点遗憾。对于年轻人而言，追求职业选择的自由，也是对个体生命的一种尊重。请您相信，木板水印流传了上千年，它是一项富有生机、具有高度价值的事业，它会自主选择更适宜它的继承人。请您不要再勉强小涛了。还是不接，要不我去找袁编导谈谈。他都出卖了公司的机密，还有什么可谈的？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什么？顾总，继续。咱们到底要等啥呀？非得睡在这儿啊？不能到附近的酒店找个地儿睡吗？我看今天咱们就算守在这儿啊，也拍不了什么有用的东西。有没有用我说了算，睡觉。
我就说会有好梦吧。拖出去！来人！皇上恕罪！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啊！皇上恕罪！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来人！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皇上，你看，为何将朕画成如此模样？回陛下，大清万里江山何等壮丽秀美，惜陛下夙兴夜寐，忧劳国事，从无赏游之暇，故而微臣借由此画博陛下一笑吧。哦。好一个有趣的画师啊！来啊，奴才在。把他带去圆明园，
给年贵妃作画。臣遵旨。哎呀！好心提点你一句，自打年羹尧被押回京师受审，年贵妃便忧思过度，搬去了圆明园养病。皇上心里惦记，遣了3回画师，都未带回贵妃的进项。你去，二位请跟我走。年羹尧被押入京师会审，那现在是？这幅画里的时间正是雍正3年。哦，年羹尧下狱受审，年家大厦将倾，年贵妃惊惧忧虑，心中怨恨，才会避居圆明园吗？还是他想要要挟皇帝，赦免年羹尧？那我们待会儿要见到的年贵妃会是年秋月，还是华妃娘娘？是历史上雍正帝最宠爱的女人，大清敦肃皇贵妃年氏。娘娘，画师到了。叩见贵妃娘娘。叩见贵妃娘娘。平身吧。谢娘娘。谢娘娘。先放到一边吧。之前画师所作之像，皆不合娘娘心意。娘娘看了你为皇上做的画像，很是喜欢，便由你来为娘娘作画吧。你们给我记着，不许欺君，更不可让陛下忧心。他没说什么吧？回陛下，年贵妃命臣转呈，年羹尧骄纵肆意，跋扈专权，理应国法惩治，以示天威。唯有年老大人人事勤勉，又年事已高，望陛下予以宽免。他就没替年氏一族求情。
你对朕避而不见，是否心中对朕有怨？裘妆对镜，愁眉不展的裘妆美人，重以巧笑倩兮的模样示人。床前斑竹文圆机上不见药盏，只余精致茶盘与蓝釉盖杯。力持如意，手持如意的美人独立庭前赏花。牡丹雍容盛放，姹紫嫣红，与美人手中的竹雕灵芝如意并作富贵如意的吉兆。妾偶感风寒，病容憔悴，无颜面见君王。待明年桃花开时，妾的病定然大好，再去御前侍奉。遥祝圣体安康，勿自珍重。怎么样？你的梦，
依照史实，年贵妃是在雍正3年11月去世的。她死后1个月，雍正帝就赐死了年羹尧。在他给我的第一手素材里面，雍正帝深爱年贵妃，但是为了国法，雍正帝必须要杀掉年贵妃的哥哥年羹尧。年贵妃呢，为了年家的事情忧虑成疾，最终病入膏肓。但是呢，她又不想因为自己的健康问题影响到帝王的抉择，所以说啊，即便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建帝王，也难逃责任与自由的选择。再加上美人图背后的秘密，这个戏剧冲突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不过我觉得呢，让观众自己看故事总比用台词说教的好，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说教的台词全给删掉了。大家觉得呢？用故宫12美人图编故事，你什么意见？我想艺术创作和真实生活，观众还是有基本的分辨能力的。那可不一定，世界那么大，总有人分不清的吧？后期加上本片纯属虚构。阿区，记一下。著名主持人，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怎么今天一个字都没有了？没事儿。可我总觉得这个片子还缺点什么。缺什么？来不及了，马上剪辑，赶快送审。散会。你先看，我去接水。嘘。回陛下，大清万里江山何等壮丽秀美！昔陛下夙兴夜寐，忧劳国事，从无赏留之暇，故而为臣。别动！老师，西青哥，谢谢。他都出卖了公司的机密，还有什么可谈的？西青，我解释，你不用跟我解释，去公安局解释。哦，庄依依打从一开始就没想挖我过去，她自己约了我，又找人约了汪姐出去，故意让汪姐看见我和庄依依见面，就是为了从内部进行分化。石勇哥，我有话跟你说。今天庄依依找我了，她想让我去她那边。那你在这儿，汪姐呢？汪姐让我们自己解决，这个点儿应该在睡美容觉了吧？顾总，明知道公司内部出了问题，还让素材流出去了？我相信你会拿出更好的创意。就这么简单？不然呢？快点跟上来啊！你快点跟上来啊！我后面有个人，你防着我后面有个人，你帮我防着。哎呀，进来！你看，我说后面有个人，你得防着吧。我这一会儿就不行了。方总，什么人？您的文件。才不能让拿走啊！扔到垃圾堆里去！哎，不，你说什么？送来的人说是个文件啊。你哪个眼睛看文件装在这里头呀？那你怕什么呀？这次不是你大获全胜了吗？哎呀，我大获全胜了呀！应该我送个木偶去给他。就是。啊。什么文件？
给我站住！不能见！哎，出去！没事没事没事，老熟人了。忙着呢。哎，打了个小游戏，闲情雅致。那是这样啊，我们那儿有一名王姓员工啊，拷贝了我们节目的重要素材，并且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素材全部交给了贵公司。这个相关的视频证据和悔过书，方总应该收到了吧？血口喷人！你那什么姓王的、姓刘的、姓宇，我不认识啊，我什么都不认识。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啊，你收到了吗？没有啊。你是来找茬的你？我就说啊，您就不可能干这么没溜的事儿。就是。那这样，那我让我们公司法务正常走程序了啊。啊，这小徐，啊都不是外人。思华，来给小徐倒杯水，啊。没有什么解释不开的误会，对吧？嗯，都不是外人。来，沙发上坐着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别客气。我呢，跟你好好的解释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去主动去剽窃你们的商业秘密，真的是那个人主动来求我的，你们微信记录我这里都有。他说那个被你们废弃的那个素材是他的主创，啊，他的策划，他的摄影，所以呢，他就求我嘛，我就觉得你们浪费的素材和人才嘛，就不能用。就算是过失，也会影响贵节目的声誉吧。幸好啊，我们顾总大度啊，相信您也是受人蒙蔽。不过，这个劳烦贵公司发个道歉函，再顺便给电视台打个电话说明一下，不难吧？走了。哎，庄小姐，那个我们顾总啊，让我跟您说一声，多谢啊。王姐，您看看妆怎么样？妈，没事儿，不用看，挺好的。著名主持人，怎么了？这是？那件不是都抓到了吗？干嘛还这么丧啊？今天补拍这个镜头非常重要，知道吗？咱不能用这张脸对观众吧？拍什么怎么拍，那是我们说了算的事儿，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观众怎么想，那是他的事儿。他只要能够从我们拍的片子里看到我们是否真诚、是否用心就够了，别的咱控制不了。这你不会想不通吧？你当初结婚的时候，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吗？别这么看着我，我说的没错呀。你又不是奔着禁锢赵小涛的人身自由去拍的，那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儿啊？拜托了，他是成年人，没有人捆住他的手脚，没有人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你不是也见过大风大浪的吗？不至于啊。如果这个也怪你的话，那咱谁都别拍了，都拍动画片得了。加点腮红，看起来有气色。是得加一些腮红。哦，好，我这就帮您加。
小涛。非遗物语发质检声明了。陶唐，我的片子里到底缺什么？你告诉我呗。这得你自己领悟，再仔细的好好想一想。曹教授，赵老师，过2天他就要飞北京了。有件事我想拜托您帮个忙。小涛，赵老师有东西让我交给你。他要想干嘛？你回去告诉他，我是不可能回去的。我想做漫画家，我不想一辈子做工描师，我不想。小涛，赵老师什么都没有说，只让我把这张卡交给你。小涛，做勾描师也好，做漫画师也罢，想要做出成绩，都要忍受常年的寂寞。不管你选择怎样的人生，希望你可以坚持到底。至少这一次，路是你自己选的。看来这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吧？赵老师，小涛想明白了，既然您需要他，他会留下来继续干好工描师的工作。不过他希望您能同意，业余时间让他继续自己的爱好。
我知道咱们节目缺什么啦。缺什么？你看，看看，这原创水平，灵魂画手啊，分分钟看得人心灵崩溃，这才是他不敢离开的原因。怎么样，我聪不聪明？这是小涛6岁时的作品，赵老师收藏至今。你缺的是温度。什么温度？小涛一直在抱怨，却从未真正离开过。仔细看他的作品，只怕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对木板水印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排斥。或许是一开始赵老师的处理方式出现了问题，才引发他那么大的反感。其实莫导说的对，没有人真正束缚他的手脚，只要他要挣脱，随时可以获得自由。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为什么？药箱、颈椎治疗仪。按摩靠垫，温控水杯，所有的这一切又是谁布置的呢？现在你知道束缚小涛的到底是什么了吧？新奇的创意只能吸引观众一时。但只有挖掘出人性中温情脉脉的部分，才能让他们给你打出高分，明白吗？高分？嗯，我明白了。等会儿，线条又虚了，实一点。把气沉下来，别着急。耶！好，别动啊！100分。2、3，慢点跑啊！好了。擦一下。 100分。歇会儿吧。哎，你到这边来，到这边我给你100分。怎么，带小孩上瘾了？你看妈妈给你拍的。 小蜜蜂多可爱！这次的事件还没能让你吸取教训。100分。或许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你说的真面目，是这样吗？ 双一，你要不要过去给你拍一场？100分。淘淘。 100
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次虽然各大文博单位和名家个人都有送展品来参展，但这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且多数代表性的钟表作品没有参展。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文物的保护，所以你要想申请拍摄许可证太难了。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我们该怎么去拍？大家想想，怎么了？一个来自编导的绝望。又怎么了？对汪姐的话表示赞同。非遗物语要去广州和瑞士取材了。啊？那么有钱呢，还去瑞士？顾总，如果要做钟表呢，可以去拍钟表修复，介绍古董钟表修复师，但是也有问题。一来，珠玉在前，意义不大；二来，这个钟表修复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拿出半年的时间去跟拍吧。如果要是浮光掠影的拍，那我们拍的意义何在呢？还有，古董钟它得动起来，观众才能知道它有多美。但是它的开动表演，每个博物馆都是有严格计划的。难道不是因为大家都有固定的思维，总是局限于文物的本身，找不到更好的角度吗？每一座古董钟背后一定有它的故事，想办法把它挖掘出来，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到现在，我听到的就是各种的麻烦，根本没有听到解决的方案。大家这不是在开会，在商量研究吗？老板，你们别看我呀，我就只是个摄影师而已，我什么都不懂。摄影师用眼睛看文物，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样的话，你为什么做摄影师？做观众不是更轻松吗？陶唐怎么还没有来？一直在联系，可能是欠费了吧。我现在去找他。顾总，上车。去哪儿啊？不是要去找陶唐吗？哦。陶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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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他不开门又不接电话，报警啊！你办事能不能长点脑子呀？这可是高档小区，一旦警察来了，你让隔壁邻居怎么看陶唐啊？你说的对，他肯定是早上洗澡的时候一不小心滑倒了，摔晕了，大院里。你到底明不明白，打110和打120有什么区别？手机给我，手机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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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哎，你们在干什么？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想休息一段时间。那你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的待几天。怎么，我没告诉你吗？啊，有可能我忘了。于再早，你又在干什么？你是来研究植物的吗？那你不参与公司节目制作了吗？
不参加了。近期有可能出门旅游，抱歉。哦。陶唐，怎么？你不接电话吗？顾总，汪姐有个新的策划案，需要你赶紧回来。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陶唐，你要只是觉得很累，休息一段时间，出去走走也好。但是如果遇到了什么难题，我一定向你坦诚，我保证。好吧，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我先回去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于再早，王姐有个新策划，想听你的建议。走了。走了。陶唐，怎么了？兰花，你忘记浇水了。原来把你给忘了，对不起。你到底在磨蹭什么？难道你们秘密不能当着我面说吗？是什么意思啊？确实有不能说的秘密。于再早，不是你说不要磨蹭的吗？先吃个中饭。你不是有急事要回公司？那就拜托你多吃点，养胖点。每次我爸见到我都说我克扣员工，你的工资有少发吗？你中午想吃什么？有什么可看的？来，帮忙发一下，谢谢。对不起啊，临时把各位都招回来。这本资料呢，请大家看一下。Burberry。对，现在这家钟表公司呢，正在与文物展合作，以中国古董钟表为设计灵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系列，叫“时光”。他们现在呢，想借由我们这个节目，把这个系列呢推向市场。不过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节目中植入他们的广告，对于时长、要求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这距离上午开会结束不过才3个小时，你的速度也太快了。3个小时够做好多事儿了。顾总，您的意思呢？依靠不断攀升的收视率，我们暂时稳住了电视台。但是毕竟之前我们损失了很多广告商。生存第一，我没意见。先别答应的这么快，现在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这次他们这个全新系列，你要的女明星有……您别告诉我是庄依依。她是其中之一。那么我们讨论一下该怎么做吧。OK， 休息10分钟。好嘞，好嘞，很棒，辛苦了，辛苦了，坐这儿休息吧。我看了一下，咱们还剩个2、3个镜头就结束了。行，没事。
的特别好，喝点水吧，喝点水。好。辛苦了，拍那么多遍。没有，没事。后面主要就是剩一些特写镜头，可能一会儿手上的动作可以多一些。我马上去催。一，你知道吗？这次拍摄呀，本来方权是要找麻烦的，还是赫布林那边亲自去协调的，可见他们这一次对新片发布非常重视。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总部会根据综艺广告的市场反响，最终在你和武星之间选择一个作为全球代言人。要论人气的话，自然是你更高一筹，但是他们始终犹豫不决，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表现。依依姐，我去问过了，你还得再等一会儿。等多久啊？20分钟，或者最长不超过半小时。告诉袁编导，我们没意见，再晚我们都等。嗯，好。你可别小看他们广告承制方，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往往在关键节点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还不能轻易得罪他们。记得，晚上请他们的负责人吃个饭，大家一笑泯恩仇，一起合作赚钱嘛。哎，我真没时间了，我得走了。我是个不顾大局的人吗？先走了。问吗？袁编导，到底还有多久？庄小姐已经等不及了。快了，快了。依依姐，马上就好了。看，谢瑶，换个景别，再来一遍差不多了。好，收到。不好意思啊，庄小姐，米氏赫布林那边对于广告中差的要求很高，可能还要你再等一会儿。袁编导，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啊。为什么还选择留在这家公司呢？我有自己的职业操守，朝秦暮楚的事情我不做。再说了，遇到很强的竞争对手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能转身就逃呢？你一开始就看错了人，找错了对象。所以你刚刚是故意让我难堪吗？刚刚30秒的广告中插我拍了12遍，庄小姐亲眼看到成片之后就会知道我的工作成效。淑荣，哎，给庄小姐补个妆。来了。好了吗，谢瑶？好了，袁编。谢谢啊。OK， 可以了，吴昕小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刚才这个拍的可以，这个。我去你洗手间。好，把灯光调一下，咱们准备下一张。灯光下上去，往南边歪一点。行。等一下，我去个洗手间。帮我。别看谢师傅快要退休了，他从事这个行业50年，参与过国内外多个明清皇室钟表修复项目，家里的收藏品啊都能办个博物馆了。
这样的人物，汪姐都能请来的。推进。跟着手，对，推上去，推上去，这些。卡好，大家休息会儿啊。谢师傅，这位女生也是您徒弟吗？嗨，一个逃兵。等我拍完之后，咱们去 B 组探个班吧。不对。哎呀，我觉得武鑫的他的整个风格啊，应该是成熟大气的，更适合清爽干练的造型。那咱们今天拍的风格吧，是有点违和啊。确实跟武鑫的气质不搭，但这是广告商认可的拍摄风格。再看看吧。哎，这张行啊。这个可以，但是他那个表呢，没露出来表啊。边边的。庄小姐，不小心崴了脚，拍摄可能要暂停。啊？好的，那他怎么会崴着脚呢？好像是洗手间那边出了点意外，这具体情形我也不知道。赶紧去休息室看看吧。你先挑着。行。没有庄小姐的允许，谁都不能进去。庄小姐不是崴脚了吗？节目组请的医护人员很快能处理的，让她进去吧。袁编导，庄小姐有话要对你说。我们先进去了解一下情况，你再等一会儿吧。好的。怎么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进啊？让他们进来吧。庄小姐，您刚才……庄小姐，那个医护人员就在外面等着，可以帮你简单处理一下。今天的拍摄可以取消，品牌方那边我去解释。咱们后续补拍的时间也可以再协商的。没事的，这种小事一般我都自己处理的，就是有点红肿发炎，不需要医务人员。让他们先回去吧。嗯，好。今天的拍摄不用取消，我休息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哎呀，庄小姐，你真的不用这样勉强的，只要沟通好时间，不会影响后续你的工作的。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腿有病，第一次看见还是会惊讶，可我真的不需要特殊照顾。那个，我摔了一跤，头发都乱了，你帮我整理一下可以吗？好的。还有这里，嗯，好。我把一会儿要拍摄的衣服给你拿过来了，您吩咐我去哪儿就可以了，谢谢。袁编导，我跟你说了，我真的不需要特别待遇。庄小姐，我们之前确实有一些误会，刚刚还让你等那么久，我感到非常抱歉。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今天的拍摄能一切顺利。
你需要我为你提供特别素材吗？我只记得那天我躺在那儿，一直等别人来救我。后面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父母离婚之后，我就跟着我奶奶生活，我们俩相依为命。她每天起早贪黑的在菜场里卖菜，就为了维持我们的生活。出事之后，那2个离婚的人回来了。我还以为他们要来看我，但后面发现，原来他们是为了那笔巨额的赔偿款，还真的不可开交。那个时候，我过分的在意自己的缺陷，走到哪儿，总觉得人们用很怪异的眼神看着我。专一。刚开始，我还以为有谁忘记了带走了，但从那天开始，就有一个人默默出现在我的身边。每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会默默地提供帮助，从一把伞，到一本书，到我心仪的礼物。可是，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不需要廉价的同情。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和他一样，可以勇敢地走到镜头面前，坦然地接受众人的瞩目。好，给我吧。我想，可能那块表，就是打开我另外一个世界的钥匙。怎么了？你觉得我在编故事啊？Michelle Herbelin 10年前的经典款，我刚刚摘下来的。不然你以为找我的品牌这么多，我为什么要那么执着于这个品牌啊？因为它对你有特别的意义。那你后来找到它了吗？啊，对不起啊。你还好吧？
曹教授。他对我说：“人活在世上，都需要别人的帮忙，我也不例外。任何时候，人都要坦诚地面对自己。”袁编导，我真的很想拿下这个对我意义非凡的代言，你可以帮到我吗？我会拍出最美的你。人生第一次陷入灰暗时，曾经以为再也无法拥有绚烂的未来。此刻有人对我说，无论贫穷富有、疾病健康，唯有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今天浪费的每一秒，过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平凡的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时光，至少我们还有此刻。从这一刻开始，只有把握当下，才能改变未来。再艰难的时光，只是漫长人生的一个阶段。我告诉自己，抓住生命里的每一秒，哪怕比别人付出10倍、100倍的努力，也要拿到人生的奖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的赢得尊严。辛苦了，一姐。辛苦了。OK， 可以了，结束了。谢谢。辛苦了，程小姐。谢谢啊，小心。身体调一下啊。任编导，汪姐来了。探班来了。汪姐，汪姐，来，大家辛苦了啊！买咖啡了啊，辛苦了，去喝咖啡。好，谢谢汪姐。汪姐，你们怎么来了？叔叔都跟我说了，你就这么信任他呀？信不信不重要。汪姐，先过来看看我们刚才拍的片子吧。这边还有。一起看。都仔细检查一下。这边轨道看一下。好。边边的，好不容易哦，你看这礼服上全是汗。王姐，你看。汪姐，你们来之前这个片段拍过很多遍了，他一句抱怨都没有过。不管我提出怎样苛刻的要求，他都会照办。他这个人怎么样，我不评价，但对于他的敬业，我丝毫不怀疑。欣赏一幅美丽的画，未必要了解模特本人，是不是？拍的还不错吧？总编导，得加油喽！小鱼，他又怎么了？他不一直这样吗？咱们接着看。对了，这还给你，谢谢了。顾总，当年庄一车祸的事件你知道吗？
车祸？再艰难的时光，只是漫长人生的一个阶段。我告诉自己，抓住生命里的每一秒，哪怕比别人付出10倍、100倍的努力，也要拿到人生的奖杯。哎，佳颖，赫伯林那边沟通过了吗？我的想法在拍摄前就和他们沟通过，他们很喜欢这个创意，对庄小姐的表现也非常满意。如果我们选择庄小姐人生当中若干个重要的时刻，以蒙太奇的形式来凸显时光流逝当中的陪伴的定义的话，会不会更好？问我呀？啊？那你们都没什么意见，我能说什么？于编导，你有什么意见想法，也可以拿出来跟大家沟通啊。我不喜欢，你不喜欢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创意。你不喜欢它，是因为我本人吗？是，也不是。对不起，麻烦各位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跟庄一说。正好，我去喝个咖啡。哎，佳颖，帮我看一下资料。好。你也出去。我要听。你向袁佳颖讲述那个人是陶唐。这么明显吗？这个广告不能播。一个车祸肇事者，在回忆当中化身为一个完美初恋，这还不够美化他的形象啊！难怪你一边接受他的照顾，一边想尽办法折磨他。你一直认为他是撞伤你的肇事者，难道不是吗？陶唐，你听我说，这件事，爸是为你好。车祸的事都是我父母在处理，但是我见过那个男人，他在我出车祸之后来过医院，带着巨额的赔偿金。是他用那笔钱买走了我的右腿，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张脸。在那之后我就明白了，陶唐一切对我的好，只不过是为了他自己赎罪。如果你认定陶唐是肇事者，为什么不揭穿他？揭穿他，让他心安理得的离开吗？当然不。他既然要赎罪，我为什么要拒绝？你拍这个广告是为了折磨他吧？你的思路很有趣呢。撞伤你的车辆你还记得吧？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公安局也会有记录。陶唐那天出门遇到有人蓄意挑衅，他一直在避让，对方不依不饶。那辆追他的车，才是真正的肇事者。所以你的意思是，在这场意外当中，他完全就是无辜的吗？是他把不幸带给了我。陶唐根本是责任心太强，把一切责任揽在身上。再说了，那只是一场意外。这个世界上不是你忏悔我就必须要原谅，尤其是这种赎罪是建立于欺骗之上，不是吗？你不是当事人，你无法感同身受我的痛苦，所以你们都没有资格去评论这件事。我告诉你，这个广告我绝对不会让他播的。除非你想永远失去 Herblin 这个广告商。By the way， 你的 idea 我很喜欢。Ciao。好像惹上一个超级大麻烦呢。顾总，顾总，
又有什么事儿啊？武鑫的经纪人说今天一定要跟你见一面。麻烦还不止一个呢。再艰难的时光，只是漫长人生的一个阶段。我告诉自己，抓住生命里的每一秒，哪怕比别人付出10倍、100倍的努力，也要拿到人生的奖杯。实在是不好意思，路上堵车，让二位久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正式的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总 PD 于在早小姐，这位是武鑫小姐，这是她的经纪人陈哥。吴小姐好，陈哥好。顾总，黑本人可是同时向我们家武鑫跟庄依依发出邀约，公司总部也是根据试拍的结果来决定最终代言人选。我们可是推掉了知名导演的试镜机会，给了你们充足的档期进行拍摄。可我听说你们单独给庄依依拍摄了短片视频，顾总，你这样厚此薄彼，对我们家欣欣太不公平了吧？陈哥，你一定是误会了，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们给嗨本人总部发的样片就摆在那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啊。我们欣欣可是非常珍惜跟嗨本人的合作机会，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一味的退让，大不了可以不拍了嘛。但是公道我们一定是要讨的。陈哥，你别激动，有事儿好商量。不是广告的问题，能不能接到这个代言，对我来说根本没所谓。但是我认为，我比庄依依更适合这个系列的手表。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你比她更适合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论圈内资历，论电影的提名和奖项，庄依依跟我们家武鑫怎么相提并论啊？我在问武小姐。庄依依出道的时候是以国民少女的形象走红，她的关键词是甜美、亲和、正能量，诸如此类吧。可 Herbly 的时光系列面对的是什么人呢？是独立女性、职场女性、成功女性。那么明明形象更合适，为什么你和她在同一个竞争跑道上呢？你什么意思啊？因为人气。国内独立女性、职业女性、成功女性形象的稀缺，造成了最适合此类角色的武小姐这几年来都没有拿得出手的影视作品。明明演技更好，国民度更高，可您却在与后辈的竞争中不幸落了下风，不是吗？顾总，你这人会说话吗？啊，陈哥，你不要生气。于在早，你想干什么？有话就直说。所以要重拍啊！不要飞扬的裙摆，不要性感的红唇，不要娇柔造作的笑容，我们干脆的、利落的重新拍一版吧。二位慢走，一定好好合作。不骂我？我终于知道我爸为什么把你送过来了。为什么？以前我折磨他的次数太多了，他把你送过来毁灭我。于太早，重拍是随随便便能说出口的吗？你知道这一系列的后续有多麻烦吗？我只负责拍啊，其他的你善后。所以我不同意。那你就去 Herbly 登门致歉，跟他们说撤回为庄依拍摄的广告啊。那么我们算是达成一致喽。Give me 5。耶！啊！有毒吧？我不是说过吗？我想一个人安静几天。你走吧。陶唐，我进来啦。
为什么要来？陶瓷，青红炖脏，多。有没有关于西洋钟表修复的书啊？我问你为什么要来？我问你话呢。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啊。还不过来？你让我从哪儿给你讲起呢？不如先聊聊庄一的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认为呢？没想到，我拐弯行驶，间接造成庄一的事故。明白了。这是什么？这是清宫造办处座中处设计制造的木楼传8仙塔饰品。13层塔总高1.45米，上弦后会奏乐，廊上还有8仙。奇数层会顺时针转动，偶数层则走逆时针，相互交错，设计有趣。这是乾隆年间制造的。其实，首先在清宫内尝试生产钟表的是康熙皇帝，当时的座中处被称为自命钟处。从那时起，钟表就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使用的计时仪器日晷。到了雍正年间，出现了可以报更的自命钟，譬如这座紫檀重檐阁楼式嵌珐琅更钟。你看，这2个小盘，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这是定更盘，这是节气盘。顾名思义，随着节气的变换，起更时间和更间长短会发生变化，用它们2个可以进行调节。博物院收藏的钟表，体现了中国人的性格。钟表不是舶来品吗？我们国家收藏了全世界最多的古董钟表，但来历却只有3种：他国赠送、高价购买、自行设计制造，每一座都记载明确，来历清白。钟表如此，其他文物更是如此，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和原则：上善若水，中正平和，不巧取豪夺，不侵犯他人。你看这个，设计的是不是特别精巧？铜镀金8宝瓶饰钟，就是还要多久？1个小时。不要那种舞台化的妆，要生活的，越自然越好。缩短到半个小时吧。啊？那要1个半小时呢？为什么？这越清淡自然的妆容是越需要时间跟技巧的。你想让人家脸看起来哇跟素颜一样，
哪那么容易呀？这学生到底从哪帮你挖来的？一点程序都不了解。这不仅不了解，还缺乏兴趣，是个很奇怪的人。于在早，你过来。赶紧吧。不过他也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所以这次就拜托你，就请相信他吧。啊，我尽快啊。下班了，我先走了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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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诺，不管多忙，记得吃饭，别太辛苦。我马上要飞广州，女儿生病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工作能有女儿重要吗？你到底几点能到家？肺炎已入院，快点过来。
怎么样了？长河里徘徊着往恒里不同的天地，上演着不同的结局。交错的时光里，我突然看见你所有的生命。玲玲，别放弃你的梦想。妈妈永远做你的后盾。时钟转啊转，把你带到我这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等等结的辗转轮回相遇。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等等结的题，辗转轮回相遇。就这版吧。您要不要再看一下我那版？我做了一些。夏英，常总，那就这么定了。好，就这样。我送你。看了你的广告，我只记住了一个励志的故事，没能记住赫布林。拍摄的角度其实还算可圈可点，但陪伴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概念不算新颖。既然一只表可以陪你，那一栋房子、一辆车、一只猫，甚至一双好穿的鞋，都可以陪你一辈子啊。赫布林品牌的特殊价值在哪儿呢？你的创意有什么不同呢？不一样是打感情牌。从前为了家庭必须要牺牲事业跟梦想的女性，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了光辉璀璨的人生。不管要克服多少困难，都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这才是流逝的时光赋予新时代女性的精神。
也是 Herbelin 设计这款腕表的初衷。好啦，下回再战哦。啊，忘了告诉你，吴昕成为代言人的事，应该很快就会公布喽。于小姐啊，可真是个执着的人呢。是啊，那是我的优点呢。啊，还有一件事儿，下次有事不能一次说完吗？我呢，属于接受别人挑战就会感觉到好激动的人，所以呢，请你不要欺负善良正直的人。再想要找对手，冲着我来吧。拜。我赢了，我赢了，怎么办？我又赢啦！我赢了，我赢了，怎么办？我又赢了。林领导来了，怎么样了？还算顺利。大家早啊，都到了。孟导，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哎，谢瑶呢？没来。他怎么没来啊？不知道。我也刚到。谢瑶去哪了？我不知道。那怎么办啊？哎，换摄影师我怎么不知道？没听说呀，这风格不对呀！昨天不都说好了复古系列这……哎，临时换摄影师我怎么不知道啊？没有任何人通知我，给我来拍，简直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孟导，稍等一下。小邵，到车上帮我把别的镜头拿过来。好，你快点，赶紧的。好了好了。稍微来一点点微笑啊。无故旷工，你自己说第几次了？这是你能不能打个电话？你也是个老员工了，你能不能给这些年轻人做个榜样？导演，我已经道过歉了，而且我可以承诺，所有的损失我都可以从我工资里扣。从你工资里扣？就你那个工资，这一次够吗？就你这个态度，如果我是顾世庸，我早就把你给开了。上班呢，干活去。谢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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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导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说的吗？不是所有人都非得拼了命的工作，我有我自己的私生活，不需要跟所有人都报备。你是真的要离开公司吗？无所谓。哎，谢瑶，你冷静一点好不好？谢瑶。我知道了。就这样。广告拍摄也是重要的工作，谢瑶再用这种敷衍的态度对待，恐怕我没有办法再同他继续合作了。你不是一直很欣赏谢瑶吗？他全凭心情工作，发挥极不稳定，偶尔认真起来确实能拍出一流的水准，但有时候拍出来的东西他又烂到让我不敢相信这是专业摄影师的作品。公司不是高端摄影杂志，无法取舍使用，你明白吗？我明白了，以后我把谢瑶分到一再走那组，不会烦你工作了。AB 两组只是分工有侧重，终究还是一个团队啊。一再早他擅长的是编导，你偏要他去管理团队，这样只是浪费他的时间和才能。你更何况真需要一流摄影师，我可以介绍相识的朋友给你，为什么非要在谢瑶身上浪费时间？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夏英，我会找机会和谢瑶好好谈一谈的。
吃吃的吧。那个财务那边跟我说没报表，那好，就点点什么？这我在周三之前。加门美式，加门美式。好的。这里再给我份甜品。好了，您这边扫码。如果顾总要把谢瑶调去你那组，一定要拒绝。我不要他。难得我们能达成一致啊！请你们不要这样。边边导，能不能请你原谅谢瑶？谢瑶其实助养了2个孩子，那天是一个突发意外，有一个孩子被送去紧急就医了，所以谢瑶才没有到。没有广告商投广告，怎么给他开高薪？他拿什么去助养？团队那么多人，谁没有家庭琐事，谁没有难言之隐？但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他得有吧？再说他是第1回，我对他还不够宽容。再这样下去，谁也帮不了他的殊荣。请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谢瑶2岁的时候，第一次被领养；4岁，她的养父母因为有了亲生儿子而遭到弃养。她这一路都很努力、很辛苦的长大、念书。她6年前就已经拿到那个国外很有影响力的摄影大奖了，是前途无量的新锐摄影师。5年前她回国，还捐赠了奖金，一头就扎进了社会新闻摄影了。4年前，她因为报道一宗女性拐卖案而名声大噪。却还是被人质疑他新闻造假。还有他拼命救出来的那个女孩，因为没有办法走出过去的阴霾，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那个事件的记者。他一直觉得自己从小运气就很差，所以他很努力地改变自己，改变别人的命运。可事实证明，他谁也改变不了。可真是个倒霉蛋啊！可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人生来就不太走运的，是不是？我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们，谢瑶不仅是一个很优秀的摄影师，他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我求求你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就一次，好不好？你看，中年失业的打工人呐，恐怕还在烦恼怎么跟家人交代呢。好的，好的，王总，我记一下。您下午3点跟梁总有个会是吧？哦，稍等，我给您看一下。那还有一个。就像海里的泡泡，眨眼间就没了。同他们相比，谢瑶又特殊在哪儿呢？小鱼，你难道就没有过遇到挫折很难过，或是偶尔想要放弃的时候吗？没有哦。我一直都想跟你合作，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来这边。您先忙，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见。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那位是我们之前邀请的著名摄影师，看到了吗？不能懈怠的理由。你再走，跟我上来一趟。看来你的麻烦很快就要解决喽。对不起啊，淑荣。小鱼，小鱼，我求求你，你帮帮谢瑶，她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我向你保证，她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我会用我所有的方法让它重新振作起来的。我求求你了，小鱼，小鱼。那我帮助他算是做好事吗？啊？是做好事。你看，显而易见，女观众更喜欢陶唐，我们需要她回来。那就留下谢瑶。等等，我们说的是同一个话题吗？上次不是你跟袁家莹说把他调到我的组吗？所有一切的前提是我们有一个顺畅的沟通。他没接你电话。他必须承认错误。那他就是没接你电话。我们能不能回到正题啊？那除非你答应暂时留下谢瑶，我就帮你把陶唐劝回来。你有办法？成交。我都已经劝了你1个多小时了，真的没商量吗？你这么无情的对待自己的好朋友，你良心不会痛吗？你说的是为了0.1的收视率就可以出卖我的好朋友吗？每期只出场10分钟，或者客串一下。去巴黎怎么样？或者北海道？可我还是觉得稻城、呼伦贝尔、长白山更美。世界上哪有比中国更美的地方呢？要么还是去九寨沟吧。你看，你知道了。塞车，哎，我也好想去旅游哦。别忘了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哦，想起来了，今天你请客哦，服务员。不参加拍摄没关系，可以给我点意见吧？你这画的又是什么呀？我们总是拍采访、拍工作室、拍戏中戏，真的好无聊哦。这次做漆器艺术，我要来一个突破时空的 cosplay 大戏。我已经查过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已经有了漆器，舜禹、曾侯乙、庄子、宋徽宗、乾隆帝、永乐帝都跟漆器艺术有关。我可以让他们都出现，来一次漆器名人大乱炖，一定很好看的啦。下期采访的嘉宾选好了吗？著名的雕漆大师曲阜老先生。我们也不需要请演员。北京、平遥、福州、扬州、成都的漆器不是各有特色吗？还有罗钿、雕漆、描金、云雕，好多不同的技法。我们可以让各门类的大师来 PK， 这样呢，不仅有看点，还会有思想碰撞的火花呢。你还知道云雕呢？上个月国际现代漆器展刚刚闭展，否则能采访到更多的漆器大师。我听说你和曲老先生私交特别的好。不要 cosplay， 可以。哎，不要人为制造冲突。当然。我才是总编导。是的。吃饭吗？好的。天才总是不被庸人理解的。1977年，我国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河姆渡朱漆大碗，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器的国家。
迄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北上街。到了唐朝，因为漆器工艺繁复，用料高昂，唐朝的统治者一度颁布了限漆令。然而，品类繁多的中国漆器技艺早已随着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和东渡的鉴真和尚传到了日本，对于后世的漆器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到了宋代，由于当政者对漆文化的重视，金漆、漆皮工艺绽放异彩，雕漆工艺也日臻成熟。例如桂花纹体红盒便是传世的代表作品。元代在承袭前代漆器工艺的基础上，涌现出了张成、杨茂、张敏德等漆器大师。有元代的铺垫，才出现了明清漆器千文万化、纷然不可胜时的盛况。漆器历时4000余年，乾隆年间，雕漆器物作为贡品，源源不断地送入北京。雕漆是中国漆器艺术的一个重要品类。目前出土的文物研究表明，雕漆艺术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于其他漆器品类装饰产生的平面效果，雕漆更考验漆器师的雕刻和审美水平。他们通过在天然漆料中加入定量桐油，在漆胎上修涂几十层乃至数百层，待层层积累到一个相当厚度，再以刀在漆胎上雕刻出华丽富美的花纹。设计对整体造型和图案纹样进行设计，兼顾雕漆作品的实用与文化功能。雕刻通常涂修好漆层后，为防漆层变硬，要在4个月内完成雕刻。这也是漆器制作的核心环节，分为上手雕和下手雕。上手针对浮雕部分分为刺起、片铲、钩5大工序，下手是对锦纹的处理，讲究运笔如刀，一刀到位，磨推。经过3到6个月的天然硬化后，对雕刻表面进一步精化的过程。成熟的技师每日修漆1到2层，过百修方可成胎，68刀刺成一个小小的松球。而大件的漆雕屏风上有锦纹100余种。一件完整的漆雕作品，完成时间8月到数年不等。每道工序都是精益求精的过程，具有极高的审美和艺术价值。2006年，漆雕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曲老师，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作品吗？这是我原创作品，红雕漆七砂砚。这么大一个七砂砚，需要雕多久才可以完工呢？哎，光上漆就上了2年，再加上设计、雕刻，干到现在为止4年了。4年了，然后才完工了一半，一半都不到。哎呀，谢瑶，你机器摇下来拍一下老师手部的特写。那这幅作品是您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还是需要徒弟跟您一起呢？学生主要是在这儿打坐、看、学，动手早着呢。等等，这是天然大漆，满10年树龄才能割漆，3000棵漆树
才能采满1公斤。难怪会被工业漆取代。可是你看啊，现在出土的汉代漆器历经千年，光亮完好，化学漆又怎么能比得上呢？那我又活不了上千年啊！哎，不可以。于小姐，会过敏的。它对人体有害吗？市场上装修用的是化学漆，干燥后有甲醛残留，而我们的生漆就不同了，它纯天然环保，干燥后可入药。日本还用它做食用器皿。那就是说没干之前还是会过敏喽，难怪学漆器的人那么少。真正使用天然大漆做的漆器，它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呀。但贵啊，玻璃多便宜。艺术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那艺术家不用吃饭的。高师兄，那个日本人又来了。我还有事，先失陪了。我不觉得刚拍那段有什么问题啊。刚刚你这哈气连天的，不在状态。你昨晚是没睡觉吗？你刚刚该跟的镜头、该摇的镜头都跟不上，都得我来提醒你。等一下进去把那段重新拍一下。但是姐，我觉得咱们节目注重的是故事性和戏中戏的部分，刚拍那段剪出来就3分钟的时间，应该没有重拍的必要了吧？3分钟，为了3秒钟的完美，穆宗云都可以守一整天。你心里这么想，就说明你轻视这个栏目，轻视你现在干的这份工作。那如果真是这样，你干嘛还要留下来呢？你去准备一下吧。怎么了，汪姐？我突然身上好痒。哎，别挠了，别挠了，过敏了嘛。小朱，哎，把我那药包拿过来。别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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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好了啊。吹吹吹吹，别挠了。姐，你怎么了？过敏了。哇，你准备的真齐全。哎呀，我也敏感，我都说了别挠了。来，我给你上点药啊，忍着点，有点凉凉的。好了好了，把它涂开。老师啊。有光正一来，怎么又来了？现在怎么办？抓破了就不好了。说我不在，可能是不敢走啊。那简单走。我，曲老师，哎，我这边还有些问题想要再跟你请教一下。啊，这边聊。好。谢瑶，来，跟我过来。整个这幅作品的初衷啊，马上就来。怎么了，王姐？啊，再拍一些素材。哎，你看，您接着说。主要还是以城市园林为题材。等过一点。城市的水系呀，这个园林呐，包括一些。这个是亭台楼阁吧？对对对对对。这儿还没有完成的这部分啊，你看啊，这个水系是从这儿走的，这儿有人物。谢瑶。树林，这个缝隙你看，这还有水流，哎。请等一等。京先生の生徒でしょうか。心を込めてお伺いしますと、京先生に伝えてもらえませんか。Can you speak English? No。赶紧联系翻译。好。Wait。Could you say it again? 请等一等。友光先生。トークなんか？はい。
ああ、久しぶり。ご無沙汰です。元気か？先生は先月、漆器国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が終わった後に、もう帰国した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いや。世の中では漆器は中国に起源を発し、日本で栄えた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友光家は世々代々にわたって漆器を作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が、これまで一人も中国に来たことがございません。私の父は生前ずっと一つの願望を持っておりました。父は私が彼に代わって中国を訪れ、自らこのことを検証する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した。有光老师说，漆器源于中国，兴于日本。有光家族世代研究漆器，他这次来到中国，就是想验证之前他父亲跟他说的那句话。什么验证啊？那是公然下战书啊！没错，是向咱们老师挑战。この間、三聖書の兵よ、四川省の生徒、江蘇省の幼主、福建省の。这段时间，他们走访了山西的平遥、四川的成都、江苏的扬州，还有福建的福州，寻找中国御用的漆器大师。一人もいませんでした。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迎接这份挑战。キョク先生は彫漆界の巨匠だと伺っております。先生にお会いしに参りました。どうかご自他听说您是雕漆界的泰斗，所以这次专程赶过来，希望你不要推辞。先生の方からご教示を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が、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いただきます。我是不会拿作品和你比试的。キョク先生は作品で勝負しないと言っています。郝瑞，非常抱歉让你白跑一趟，我带你们出去。都走。わかりました。どうもお邪魔しました。回去干活吧。是。徐老师，您为什么不接受挑战啊？难道你也认为自己会失败吗？你就让他们这么离开，不就等于向世人承认中国漆器已经没落了吗？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关系到中国所有漆器匠人的颜面啊！徐彩草，您看您那些徒弟，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谁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呢？有光正一是日本极有名望的漆艺大师，而曲老师您研究了一辈子的漆器，就这样轻易的放弃了这个比试，会不会让别人轻视我们中国的漆器呢？可是毕竟漆器在我们中国有更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对呀。曲老师拒绝，只是谦虚地认为他的雕漆技艺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漆器制作水平。同样，有光老师擅长的是试绘，也无法完全代表日本漆器界。这样单纯的比试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两位都是国宝级的漆艺大师，只是单纯的民间技艺上的切磋和交流，又有什么不可呢？好，
曲老师，于再造，不要去打扰曲老师。你那边拍摄弄完了吗？怎么这么多管闲事？孙导正在七夕修复室拍摄，我要是不来，还不知道你为了拍摄怎么折磨曲老师呢。陶陶，怎么了？啊？黄油，我们芳姐，我带他去医院，这儿你帮着盯着点儿。快去快去！快走！不去！哎，去！不去，我没弄完呢。芳姐，我啊，吃饭去吧，休息1个小时。记住了啊，这个药呢，要晚饭以后才能吃。不吃。先上药吧。不上。中国有很多漆器大师都拒绝了有光老师的请求，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欠债。中国是漆器艺术的起源地，赢了胜之不武。相反，如果说说了怕丢脸嘛。艺术的世界里面没有第一，不同流派有不同的风格，它又不是考试，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博物院分1、2、3级文物，还有镇馆之宝呢。区分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没有标准答案啊？60分和90分能分高下，那水平不分伯仲呢？都是当代的漆器大师，那决定胜负的1分谁来评定？观众投票啊。哦，亏你想得出，是否还要平均分配中日观众比例啊？我就知道你会胡闹，所以才来盯着你。总之，不允许你再去骚扰曲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嘛，我保证能把他圈内。不行。赶紧上药吧。不上。不过，我好像还有一个办法。这有什么好挑战的呀？就是啊，但是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挑战。不知道。哎呀，反正肯定能赢啊，挑不挑战无所谓，咱们就甭管那么多了啊。为什么不接受这次挑战？要不一会儿咱们吃烧烤去吧？就是，咱们考虑嘛。怎么又吃烧烤呀？哎呀，喝2杯吧。行。姐，咱们录完这期节目还是休息吧。哎呀，没事儿，别老瞎操心。啊，王姐。哎，小鱼跟你约了下午2点，他说地址会分享给你。那个王姐，我能跟您单独聊一会儿吗？帮我切个水果去。坐吧。是不是想跟我说上午的事儿？其实你的事情呢，我也听说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存在这个社会中，每一天都会遇到让你不开心、不顺心的事儿。那些愤怒、委屈、不公平、不甘心，这些都太正常了。还有冰山下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那是新闻记者该干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职责。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把个人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汪姐，您真觉得您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吗？最近有个女观众写信给我，
他说他失恋又失业，觉得生活对他特别不公平，快撑不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镜头前的我，一个婚姻失败、事业下滑、过气的主持人，居然每天还可以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地站在镜头前去主持。于是呢，他就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你看，这就是我的意义。你想，我们中国有14亿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但是每个人呢，都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让大家看到了非遗文物之美，让大家感受到了文化传承的魅力和价值，让大家都身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这难道没有意义吗？别那么严肃了，赶紧吃口东西去。谢谢王姐，您好好休息。嗯。友光先生、筆記を見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はい。这是。これはですね。私がルーリージャンにある一軒の骨董店で見つけた現代の漆器の作品です。このような工芸を父さんはお分かりになりますか？知っての通り、1000年伝わる中国の漆器は奥深いです。水珠、金漆など、先ほどの曲先生は生徒漆芸界の代表人物であり、かなりの腕前の持ち主。螺鈿、彫漆官玉なら高祖揚州です。水耕や病菌なら三世併用。そちらの漆器は最も珍しい紀州彩秘漆器です。ただですね、私はですね、このような漆器を作った芸術家に会いたいんですよ。他到底在说什么？わかりました。必ず見つけ出します。お任せください。本当ですか？そう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冯先生打扰了，请问这是你送去寄卖的作品吗？不是你们谁呀？哎，你们干嘛呀？这带我去哪儿啊？你们谁呀？不是，哎，你们谁呀？是我师傅曹云成的大作，他是真正的西皮旗制作专家，国家级非遗大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真的，你要别看我这样。我是正儿八经办公室学过艺的。至于那件西皮旗作品，是我师傅临别时送我的礼物，我是有急用才寄卖的。要带我去哪儿啊？开车。不是，大哥，跟我真没关系。你们干嘛呀？要带我去哪儿啊？明代名将黄成编著的漆器专著《修饰录》中，将西皮归入田嵌类，并称西皮或作西皮，
或犀皮。文有片云：“原花松林清者斑，近有刚面者，以光滑为美。”现代更多人称之为虎皮漆或菠萝漆。犀皮漆的表面花纹形态取决于打捻的方法。袁全游在谈犀皮漆器中提到，过去没有现代工具辅助，漆工以拇指将漆推出一个一个凸起的小尖，构成行云流水的灵纹。你看啊，这部分太稀了。哦。好，同学们，休息，下堂课继续。老师，您喝水。好，曹老师。哎，曹导，你怎么来了？曹老师，我带来2位日本朋友拜访您，顺便采访您一下。好，欢迎。啊，你好，你好。ちょっとお伺いしますが、こちらはあなたの作品ですか？他问这是您的作品吗？这个肯定不。这是我的作品。はい、宋先生の作品でございますね。そうですか。お邪魔しました。我跟您学习了8年，您什么时候用过这腰果漆啊？而且这品质这么差，可能连表下部的工艺都省了。您看这纹理都做成这样了，这连我都不如，这怎么可能是您的作品啊？先生、私は前に言いました。本当の漆器芸術は日本にあります。中国に来たのは時間の無駄でした。帰りましょう。等一等。真実を知りたくないの？戦争？戦争です。真相？曹老师，您认识他吗？是你在外面败坏老师的名声呀？不要再说了。可是老师，他用自己的作品滥竽充数，不仅是坏了您的名誉，还是坏了行规。曹唐，刚才录的视频，麻烦你和他们说一下，不要播出去。对不起，老师。
我是冯燕，老师3年才选一个学生，按理说你的资质是根本不可能入选的，好不好？当初是你天天来求，日日来请，老师也是看好你的诚意，才破格入选你的，好不好？可是你入门之后，一会儿嫌过敏反应大，一会儿又嫌做亲戚辛苦，不到2年你就跑了，现在还给老师脸上抹黑，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对不起，老师，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有光先生，现在你都亲眼看到了吧？请你们不要再拍了。陶唐，我刚才说了，不怪你。起来吧。站起来。来。この作品はそちらの学生が作ったものだったんですか？曹老师，哎，有光老师问，刚刚的那件作品是不是他的？这孩子从报上看到我得奖，认为学习漆器可以出名，千里迢迢来找我。可是他太想成功了，到现在心都没有定下来。他是我教的，责任在我。他现在还年轻，如果今天的事情要是传出去，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那您为什么要承认是自己做的呢？他是我的学生，也就是我的作品。谁？关掉，关掉。それではこの後先生の方から漆器についてご教示いただくことはできますかね？曹老师，有关老师想跟您探讨一下漆器技艺。好啊，来，请。什么都不让拍，今天的时间就全都浪费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有用的素材。
刚才冯燕那段故事不能播。你看，都挠破皮了。我这么努力都是为了节目，你这也不让拍，那也不让拍的。我今天晚上要交素材啊。淘淘，已经决定的事不要再瞎琢磨了。先把药吃了，5分钟以后进来。郝教授说服了有光先生，咱们可以拍他的作品了。お願いします。手前の手による愚作ではございますが、一つご覧ください。这是老师的作品，献丑了。有关先生，我知道你真正要找的琪琪在哪里。友光先生，お作詞の筆記の針が分かりました。对。本当ですか？老曲，またここか。嚯，你怎么也来了？有光先生从日本来中国，就是想一睹中国最好的漆器作品。不是你手上明明有了，你可不能让有光先生失望而归吧？艺术不分高低，这是咱俩都达成共识的。你要是想分出个高低来，你就拿你的作品跟他碰一碰。你看这样好不好？哎呀，我也想目睹一下你口中所说的天下第一的中国漆器。你，那就更没戏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古朴大方，雕工一流，必是佳品。但要说是天下第一，是不是还有点距离啊？常物志中所及，历代雕刻精妙者，以宋为贵，其刀法圆熟，藏锋不露，所刻人物、山水继承画卷。其作品远胜后世3代元、明、清。他认为，宋代漆器妙在刀法，对以金银为胎的说法嗤之以鼻。事实上，以金为胎的技法更难一筹，最终的成品之美，绝对非世人所想象。
您是说您复原了以黄金为胎底的宋代宫廷漆器？宋先生は黄金を大抵とした宋の宮廷漆器を復元しました。对不起，这件漆器作品不会向外展示。啊？又不让拍？非常抱歉，请你们出去吧。撤了。完了。干嘛呀？不是都不让拍了吗？拍门。拍什么门？拒绝拍摄是他们的态度，探究原因是我们的工作，关门背后的理由不就是我们一直在探究的故事性吗？走，到这儿。之前的拒绝，请多多理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谁赢了？两位大师究竟谁赢了？有功老师说什么了？他是认输了吗？请您告诉我，让我们关上大门的理由。这件作品是我父亲的遗作，他完美的复原了宋代的漆器，但是让我发誓，永远不对外示众。为什么？祖训。宋徽宗非常推崇金银为胎的漆器，他与那群技艺超绝的宫廷御用匠人缔造了无与伦比的奢华之气。但是这种极端的奢侈与精工，却给漆器艺术带来了灭顶之灾。无数人攀比效仿，更有很多人不断的摧毁漆器，只为了得到他用金银制作的胎底。已故的曲老师是真正的漆器大师，他一生都追求一件完美无缺的漆器。他更希望人们能够着眼于艺术本身，不要被外物迷了心智。他情愿让一生的心血永远不见天日。所以征服有光老师的不是器，而是人。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不明白，我只知道这样一来，我的节目要开天窗了。历朝历代与漆器有关的帝王大乱炖，答应你的我都已经做到了，那现在就全凭你自己了。嗯。
我一定会赢的。哼。其他人等一下啊。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可以了，一会儿我们从第二个部分再来一下。好，这一条你先留一下。咱们到这儿来到底要拍什么呀？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乐器制作工艺。最重要的是清一色的乐器。哦，行啊。走。哎呀，太棒了！这个舞蹈太好看了，简直就是完美。佳颖，不用往下说了，我懂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拍的东西啊，尽量的控制在15分钟之内。大家辛苦了，挺好，散会。好，走，喝咖啡去。谢瑶，一起吃午饭吧。
对不起，给你们拍摄带来了麻烦。当初我学习漆器，一做就是15个小时，我特别的不以为然。现在我才知道，拿出一件作品，才是匠人的尊严。我的懈怠和逃避，最后还让老师为我承担责任。今后我会重新学习漆器，做出一件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作品，再去见老师。谢谢你们，谢谢。哦，没王总，哦，是吗？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啊！我这就把合同发给您。嗯，好，再见。啊，我不合适吗？但是我的工作经验。哎，喂，老婆，今天很顺利，有2家约我面试呢，今天肯定能行，放心吧。谢瑶，对世界失望不是失职的借口。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幸发生，但他们都没有放弃，因为他们有深爱的，并且需要为之努力的人。可我没有亲人，没有爱人。但是你有你自己啊！我答应了顾总，给你7天时间调整，行就行，不行就离开公司。连冯燕这样的咸鱼都能重新振作，没道理你不行啊！